大家好，我是李学正。哎呀，今天呢比较忙，但是呢我还想录一期节目。哎呀，谈一谈咱们这个中国演出协会关于这个惩罚劣迹艺人这个问题啊。今天呢我想多谈几点，其中呢就包括我昨天说要给这个张哲瀚这个打官司啊，我昨天在微博上发了以后啊，引起很大的反响。这个有律师协会的领导，还有政法大学的教授啊，通过微博私信、通微信啊，几十个人都要声援我、支持我。他们呼唤的依法治国、依法行事，就是要从这些个别事件上来体现，是吧？特别是有的机关领导，意识形态的领导、网络管理的领导都给予我大量的支持，我内心很感动的，是吧？所以有的网友提醒我，让我注意自己的账号别被炸，别被封，这个完全不必要。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，我们只要真诚的热爱党、热爱国家、热爱人民，你的发言是不会受限制的，是吧？至于个别的单位团队使用自己的小手段，利用资本来找一些所谓的领导，打着什么有的是打着中宣部的领导，干涉干扰啊。昨天就有好几个，当然打的是通过熟人领导，所谓的这个删了吧，求个情，给个面子，这个我也可以理解。但是呢，人到这一份上，他不是一个面子问题，我觉得是一种尊严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也在这里也希望找我的那些领导多多理解我，是吧？因为我们已发现了问题，已经到这份上了。我删了以后，到底是平台删的，还是有人给我删了，会让网友误解，会让我们整个的舆论环境受到影响，就不正常了，对吧？真正的有自信的单位，他是不会这样做的，也不会反复的找人说情，甚至动用个别的公权力啊。在这里呢，我也提醒有些个别的握有权力的一些公权力的人，不要被这些人所利用。你做的事都有行为记录的，是吧？因为我的斗争精神呢，一般还是比较坚韧的，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党中央，相信我们的社会，我想为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做的贡献。就比如中国演出协会这件事，我质疑的一直是你的处罚资格在哪里，你的监督机制在哪里，是吧？你的合法性在哪里？我质疑的是这个。你比如你自己就是个网络协会，就是个企业，还有什么网络表演直播啊（括号什么短视频直播叫经纪机构委员会），那人家都有人都举报你啊，说你这个这不是别人啊，我这跟你说透露一下，你们有演出协会内部的人跟我这朋友啊，都说出了你们的内幕了。你们在成立之初就看到了这块肥肉，觉得网络直播短视频是未来很大的一块发展阵地，拿下这个协会，拿下这个分会，光办理直播什么短视频经济证资格证就赚很多很多钱。你们在成立之初不就是这么商量的吗？人家都有录音的，这录音我都听了，对不对？当然你们内部的不团结，你们发生了内讧，你们发生了矛盾，那这是你们的事，对吧？你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。那么在让这样一个机构，让这样一个单位，一个没有执法权的公司去起草处罚名单，不服的到你这在申诉，你这涉嫌的可疑的东西太多了。如果没人站出来抵制，如果没人站出来批评，没人站出来监督，那我们这个社会就很乱。每一个行业协会都可以成立道德委员会，你道德委员会的成员是谁？对不对？你敢点出来吗？你敢亮出来吗？
敢公开吗？你自己的道德水平如何？是吧？人家法院判决书下面都有审判长、审判员、书记员，都是谁？人家都负责任的。你这个敢负责任吗？处理的谁？怎么处理的？对不对？你显然相差很远，是吧？我今天看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发了一个7号检察建议啊，这个建议呢是给这个邮政局弄的，哎，我觉得挺好。我也希望咱们检察机关能给我们这个娱乐圈啊发一个，哎，向有关部门发一个检察建议，啊，就是对公众人物，所谓的公众人物和艺人这种处罚失德违法处理，不能光靠一个民间组织、一个舆论来定，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审判委员会，哪怕咱们法院成立一个特别的，哎，对艺人啊、对公众人物啊一个道德审判委员会，我觉得也得纳入法治程序，啊，不能像现在，你说你现在这样乱成什么样子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个人犯了错，一定得给他申辩的机会，给他澄清的机会。这种申辩和澄清跟洗白、无理取闹那是两码事，对吧？你得承认，我们法律判决还有冤枉人的事的，还有枪毙错了的人的，对不对？呼格，内蒙的呼格，河北的聂树斌，哎，叔侄案，那么多的冤案怎么形成的？那么严格的审判程序、侦查程序，哎呀，抗诉、申诉、1审、2审，那么严格的程序都有冤案出现。那么你这个舆论判决，对不对？道德审判，难道就没有冤案吗？有，一定发现这么一个事件，一定让人说话。你现在别的不说，你就说这个张泽汉，他没有一点申辩的权利啊，全部封闭啊，粉丝啊什么的一闹，那就跟你说扰乱社会。就像我昨天说那样，假如你是泼了人的粪水、脏水，人家能不能洗一洗？一洗一澄清，难道你认为这叫浪费水资源、破坏社会秩序吗？那这个我们这个社会呢，就这样就乱套了。如果这个东西不改，那这样的悲剧随时可以发生到我们自己身上，每个人都可能的。所以很多的警察被刑讯逼供、被冤枉，我都说他们，当初你们想一想，为什么会出现刑讯逼供？所以要想让我们的社会美好，更加具有安全感，我们每一个人对某一件事，只要发现自己不妥的地方、不对的地方，都应该有责任提出来。所以现在这2天呢，当然也没有太多的大 V 跟我一起来质疑，是吧？啊，就包括人家这个人民日报啊发了一个，替我转发了一个东西啊，还被这个所谓的那些人打着领导名义给删了啊。其实这个无所谓，我觉得我现在感谢的是微博和微头条啊，以及百家号这些媒体，是吧？一直坚信啊，坚持这个原则，是吧？因为我说话的内容、说话的方向，思想的导向，那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我自己20多年的调查记者经历，做了那么多的影视剧啊，我都是做了，对不对？比较有名的影视剧，特别对涉案的、涉法的，我对党的忠诚，我本身的这个基因对党的忠诚，我觉得我要超越很多人，对吧？包括那些想黑我的那些人，哎呦，造谣的，你没用，说我这是无利不起早，还弄了个剧，什么古探，说这是金盾出品的，那是公安部金盾的，我们是2个金盾，对吧？你别扯在一起。其实我对这一块我真的不担心有人打击报复，因为我内心非常强大，对不对？特别是咱们一些机关领导给我的支持，让我很温暖，很有力量感，是吧？纪检的纪委的监察委的啊，这个管舆情的、意识形态的，很多人都给我支持，我觉得这就是力量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像劳荣枝那么一个杀人恶魔，劳荣枝啊，那个女的，咱还得审判她呢，还得让她辩论呢，随便她说，还得允许她辩论，还得给她请律师呢。那你这个张泽汉，你能不让人家去申诉一下吗？对不对啊？当然，这通过这一做节目啊，我现在这个给他家人取得了联系啊，他们家人找我了，我们确实，我不一定我能代替他打官司，我确实我要对接一些有利的司法
法律工作者啊，强有力的法律工作者给他代理一下。哎，他现在呢，人家还人家现在在南方公安报警了，他的百度百科都跟人修改，恶意修改篡夺，说这是他是日本人，日本仔，说他妈妈是个日本女人，人家妈妈是个60岁的老党员，就有家里人全是党员，人有的人就为了都有的牺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他自己还是个国家篮球队的队员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就因为那个事件拍个照就把他定性为汉奸，这明明是这确实是过分的。哎呀，往人家家里送花圈是吧？网暴，母亲都快抑郁了，一个老党员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事这样能行吗？对吧？你不能不让人家申辩啊，申辩几句又有什么呢？篡夺人家的百家号，对吧？哎，诬陷造谣，那你这就是刑事犯罪啊！所以我就支持他在公安机关先报案报警，对不对啊？一切正义的力量永远是强大的，邪恶的力量看似猖狂，早晚要倒霉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我不深入他这里面的问题，我就事论事。我首先就是说，你处罚人家这个单位得有资格、有程序、有章法，要有理有据，让人家心服口服，让老百姓也心服口服。那我们的这个社会，不管发生再大的问题，它都能有一个有效的解决途径啊，有一个方向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碰到困难、遇到问题，都能找到一个说理的地方、讲理的地方，然后释放怨气。这样呢，我们的社会才能越来越美好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这个正义的这个社会啊，它永远富有包容性的，对吧？你像你弄得现在张泽汉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啥都不敢出门啊，对不对啊？网暴特别厉害，没有发生的地方，是吧？特别那些篡改人家百度百科的人，诬陷人家的人，你这样你良心何在？对不对啊？当然，也许这里面有资本的竞争啊，有行业与行业之间的竞争，这里面很复杂。哎，我相信法律能还他一个清白，对吧？那有人说他不一定违法，但他失德了。这个失德也不是说你媒体哪一个舆论就说他失德就失德，挖出一个照片。我今天专门在我专门在我微博和头条上转发了一个中央电视台13套新闻频道白岩松主持的一个新闻节目，就说的就是去日本靖国神社的问题啊，说了参拜和参观是两码事。哎，他还提议我们中国人只要去了日本都要到靖国神社去参观一下，了解一下历史，哎，不忘历史。你看，这就是一个导向、一个方向、一个立场。去参观那个玩意儿，看那些鬼，那不一定是敬拜他，看看这些人是多么丑恶，是多么恶心，用这种心态去参观。这是白岩松著名主持人说的嘛？哎，我都发在微博上了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态度啊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对那些不公正、不公平的事觉得跟自己没关系，都不发言，那你说不定某一天你自己会碰上这样倒霉的事，让你无话可说的事，让你永远没有翻身的事发生。